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云南昭通市的镇雄，这里也是一个农村。我们自驾走了云贵川，它这边是山区，那就有很多山洞，还有很多天坑，有人住在天坑里面，有人住在山洞里面。那么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啊，非常特殊，它是住在天坑里面的洞穴里面。就首先他住在天坑，然后呢，在天坑里面有一个大的洞穴，住了几户人家。所以今天就来这里看一看非常神奇的地方。我们刚刚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个天坑巨大无比，在当地呢称呼为大锅圈，有点像我们一个炒锅一样的。那这个天坑它的直径600米，高度200米。我们呢是可以走下去看的，因为在天坑的底部有好几户人家居住在这里。网上有好几种说法，一种是8户，一种是4户。等一下我们走到里面，找那些人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户人家。那这个地方不光是住了人，而且更神奇的一点就是说，在以前这个天坑里面还有一所学校，可能称之为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学校，迷你版的。这个天坑就在前面，在那里还能看到一条小路，可能大家就是通过这条路走下去的。我在这里呢，还能听到下面有些声音，好像是有人在唱歌吧。在这个上面能看到一些房屋。这种天坑肯定是要走下去的，跟我们平时看的村落不一样，它没有交通工具，只能靠人行。所以这个里面呢，没有汽车，没有自行车，什么车都没有。在山区有几个特点，可能要了解一下。天坑底部有人居住，半山腰有人居住，山顶也有人居住。因为山区嘛，平地比较少，跟北方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起来那个地方不是太远，是吧？但是你如果走路或者开车都要几个小时。那这个天坑呢，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斜坡形式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这个也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。因为如果是平的话，那这里有可能就不是一个天坑了，有可能变成一个水库了，或者我们常说的堰塞湖。正因为它这些天坑是斜坡，水呢就可能往下流，有地下暗河。90%的大峡谷、大山谷、大天坑都是有地下暗河的。看看上面高不高？那户人家就在那里，应该说是几户人家。我们其实相当于是从天坑的顶部往最下面行走。那这个就跟我们在湖北利川看的一个天坑一样的，它是因为这些地方啊刚好有点凸出来的，然而就在这上面修建一条道路。如果天坑四面都像这些绝壁一样，那是没法开凿道路的，那就可能变成挂壁路了。所以它这个是有特点的。现在这个地方是修了一个水泥台阶，那么其实在大概10年前，这里是没有这样的，只是一些羊肠小道，就跟我们去看一些悬崖村或者是那些挂壁公路一样，之前都是很小的道路。我们在其他的一些省份看到了很多崖居，那基本上那些人呢都是他的祖辈逃难，或者是说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，一下找不到地方居住，故而呢就在这种山洞里面慢慢的生活下来，成家立业，建设。我们典型的在湖南郴州有一户人家14代人住在一个山洞，而在贵州也有很多洞穴人家。我记得之前好像说有一个洞穴啊，住了10几户，后面也搬走了。那这个地方，等一下我们找他们了解一下，为什么会居住在天坑底部的洞穴里面。这个肯定是有一段历史，有一段故事的。这里住了好多户人家，那大家都知道，肯定是有小孩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成长，要读书，那自然就在这里呢，办了一个简单的学校，就在我们前方。一般大家第一眼看到这里，感觉就是一个小亭子，但是呢，这里是一座学校，并且呢，开办了好多年。我们去里面看看。
哦，这里面非常小啊，那里还能看到一些痕迹，就证明那个时候是放黑板的。那老师在那里讲，学生可能就坐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学校？这里是黑板，比方说我是老师，我就在这里教学生啊，同学们早上好，开始上课了，然后再教大家读书写字上课。那学生就坐在这个下面，估计学生也没几个，最多可能就4、5个吧。那这里可能1年级是在这里，2年级、3年级可能也是在这里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？反正我是知道，有些地方在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啊，老师可能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都是他教。在这个学校对面，就是那个洞穴，明显的看到有房屋，好多栋啊。我这里还能看到有人在那里行走，可能也是刚吃完饭吧。估计那个洞穴里面也是非常舒服的。我们是从那个顶部走下来的。沿着那个树枝一直绕一下，看看有多高。那里有一个小的洞穴，有可能那个地下暗河就在那里。经常有人可能会疑问，这种天坑碰到下大雨、下暴雨怎么办？它水全部流走了。这下面种了好多农作物，基本都是苞米，还简单种了一些树。我们都说中国的老百姓勤劳，只要有土地的地方，都会种植一些东西。刚才我们下了那个台阶，稍微大一点，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呢，不到1米。那在之前肯定是比较难走的。我们经常说交通要道、生命线，它这里呢，就是进入那个洞穴唯一的通道。那么村民赶集买东西，都是通过这条道路背上背下的，因为没有车嘛，就跟我们现在背的包一样的。云贵川很多地方很多人是背篓，特别是去赶集的那个地方，看的每个人有一个篓。他们小孩上学也是这条道路的。越往前面看，越能看到那个洞穴的大。房屋还挺多的，不知道住了几户人。看看这个天坑的墙壁，算是绝壁啊！如果从上面看下面，感觉恐高的人都不敢看呢，因为确实很高。这个地应该是最高的，差不多200米左右啊！听到有人在说话了，可能是大人叫小孩去干嘛。那么很多人会说这里是世外桃源，其实现在感觉这些地方生活不错，比较适合养老，空气好。其实往往是迫不得已才会在这样的山洞里面居住。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住1、2天还可以，但是如果让你住几年，你愿不愿意？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干的。这里面还有好几只牛哎，就是相当于是放牧。这个地方放牛很好，就是直接扔在这里不用管。我们小时候放牛，每天要把牛牵出去，然后要牵回来，因为到处都是菜园子，还有其他的。快到了，走了挺长时间的。其实，在云贵川这种山洞特别多。你住在这边是吧？在放牛，从小在这里住是吧？嗯。这里还住了几户人家？爷爷家。啊，4户是吧？啊。以前有几户啊？有8家。啊，8户。嗯。搬走了。嗯。我在网上看资料说，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云南最后的崖居，因为可能云南没有其他地方有人住在洞穴里面了，反正发现的可能是最后一个了。后面好像还有空间，就前面是房子，后面还有洞穴。等一下过去看看。往前走一走，这些房屋都是用石头跟木头搭建的，那这些都是平时一些挂东西的。哦，这还有一个篮球架，这个就是洞穴里面的房屋概况。住人的可能就3栋，下面1层，那里1层，最顶部
那这里有好多个小孩，他们可能是在外面读书，然后暑假来这里玩了。现在是4户人家，在房屋前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刚才那个小哥他说他养了3只牛，每天都在这里养。整个是一个坡度的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天坑啊，今天终于见识到了。这里不光是养鸡，还养猪，反正各种家禽在这里都能看得到。农村就是杂物多。刚才我们碰到有几个小孩，有一个小孩还是他每天住在这里，他上学呢每天也是早上去，下午回来。这个篮球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装的，不知道是他们自己装的还是说谁赞助的。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人居住呢？我们来简单说一下。他这里以前是8户人家，现在是只有4户，是不是全部搬走呢？不是。我在刚刚从上面走下来的时候，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他向我们介绍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，之前这里是没有人居住的。当时有一个病啊，就是我们说的麻风病，这里呢就被设为隔离点，就是把人在这里。那后面呢处理好了，在这里住了很久的人就不愿出去，他就一直在这个天坑底部居住。那有些人就在这里成家立业，刚好是8户人家。那后面呢，说是2户人家搬迁走了，还有2户呢，老人去世之后，就剩下4户人在这里居住。很多人可能会问，这些人怎么不会搬走呢？这个就我们经常说的故土难离，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，有些人可能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成家，那肯定就不愿意走了，因为毕竟这是老家嘛，搬到其他地方去，人生地不熟。然后这个地方尽管说是一个天坑，但是外面呢有一个这么大的院子，相当于是，那这里变成一个独立王国，又清静，环境又好，那水电都有，那自然而然呢就不愿意搬了。那么后面也是慢慢完善，包括上面那些路啊，当地的也给它修好了，进出的话也方便。因为这里可能就是走到上面2公里左右就可以有车通出去了。我们这个下面洞穴里面有几户人家，其实在走到上面马上也是一个村落。过呢这个洞穴这里面的人家就一直生活下来了。这个洞穴大概200米宽，然后听说是有100万年形成的，里面还有很多钟乳石，在这个上面也能够看得到。像这位阿姨，她就是从外面嫁到这里，大概是30年，算是在这里成家立业，她的小孩都出去打工了。我来的时候刚好看到她在跟她的女儿打电话，我也问了一下阿姨她为什么不搬走，她说在这里生活习惯了，这里空气又好，而且呢能够在这里种一些东西，所以呢就不想搬。上面还有一层房屋，哇，这里全部是他们经过了几十年把它堆积起来的。以前这上面绝对不是一个平地，是这样凹凸不平，然后有层次感的，然后是经过他们几户人家一起。刚刚在外面看，这房屋后面还有空间，刚才叫那位阿姨把灯打开了，就能够看到完全不同啊，奇山怪石，而且这个是很大的钟乳石。可能很多人来这里参观，没来里面走啊。这里有一股凉凉的风吹出来啊，也证明这个洞穴里面是通的，可能很长，一直有一股空调风吹出来一样，非常舒服。我们都说洞穴里面是很凉快的，在重庆最近不是高温嘛，那么很多人就来到这种洞穴里面避暑，在这个里面非常容易迷路。我现在走出去还得找一下，如果没有灯光的话，那就真的是在一个迷宫里面。所以大家去一个地方玩，尽量不要进入这样溶洞里面，特别是云贵川很多这样山洞非常长，大家尽量不要走进去，太危险了。
在洞里面看外面这个缺口，一个月亮形状，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像坐井观天的感觉？刚好上面是一个洞，其实这是视觉效果啊。这个天坑我们就大概看完了，它里面的房屋其实挺简陋的，现在只剩下4户人家在这里居住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家羡不羡慕？其实很多人来看看，感觉可能还好，但是长期在这里呢就不行。他们现在生活方式可能跟一般的农村没什么区别，基本都是自己种植东西，自己养东西，最多可能来外面采购一点生活物资。我们常说的世外桃源可能是这样子。你羡不羡慕这种生活？假如是你，会不会来这里生活？最后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好。